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这现在美国真的混乱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了，已经是遍地开花呀。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地图哦，昨天才是4个地方啊，今天已经30多个城市出现了抗议潮了，就是因为川普呢逮捕非法移民的政策引发了众怒，所以现在不止洛杉矶哦，到处都是波士顿、纽约啊、华盛顿啊、亚特兰大、休斯顿，这个全面都是啊，而且也不光是这个衔接到墨西哥这个方向哦，连西雅图都有了，所以这样的抗议潮已经蔓延开来了。那现在目前《华尔街日报》就讲说，白宫负责移民政策的副幕僚米勒，他5月底不满说这样的驱逐速度不够快，人数不够多，要 ICE 到大卖场、便利商店去捞人哦，就成为这一次洛杉矶暴动的主要导火线。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美国的警察当街还抓记者哦 ，CNN 的记者也在洛杉矶的街头被扣留哦，所以现在甚至瞄准到了这个记者了吗？在这个骚乱当中哦，还有记者被警方的橡皮子弹击中了头部，我们还做了抽色处理哦，因为他的这个头部上面留下了一大块的血痕呐，这个现在要镇压这个暴动哦，已经是连记者都不放过了。那其实我们昨天有看到有澳洲女记者直接是被瞄准哦，打中了她的这个小腿。那现在川普甚至还下令呢，他讲说因为马上不是要阅兵典礼了吧？他说如果在他这个生日阅兵上面哦，还有人敢出来这个暴动的话，一律镇压。所以现在很多的民众是受不了，还有一些民众会跳出来跟这个警方说，你们要面对的应该是这个白宫的法西斯，而不是来面对我们人民的这样子的这个做法哦。那所以其实现在警方也是夹在中间，挺无奈，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那不光是暴乱的问题哦，其实现在还有这个乱象丛生延伸出来的零元购啊。那洛杉矶市长就讲哦，一边是抗议，一边是零元购，现在这个标题下的这道风景线很美国，对，美国到底是怎么了？就是你已经不太能够想象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美国。民众是冲到了店里面把衣服啊、鞋子啊趁乱搬走。那现在目前洛杉矶市长呢，考虑要实施宵禁来遏制夜间的这些暴力事件发生。那川普其实他这一波的动作也是剑指加州州长啊，他就讲说，因为加州州长很无能，如果他没有派兵的话，洛杉矶早就已经烧成灰烬啊，是在讲之前算旧账哦。他就说之前那个野火事件，洛杉矶有25000栋的房子啊，因为你州长很无能，所以烧毁了。那所以就像这一次，如果我没有派驻这个部队的话，恐怕这个洛杉矶就像上次一样哦，就是会烧成灰烬一般。那这个他还讲说，加州州长付钱给叛乱分子，现在司法部呢也会去查出谁是幕后的主使者。那他说加州你15年盖高铁砸了70亿，结果一条轨道都没有铺，那你这个就干嘛这样子还要去建铁路？所以就一直在讲说这个加州州长纽森种种不是之处啊。那纽森怎么回答呢？他说川普说要逮捕州长啊，这无疑是在走向威权，你的行为就像是暴君一样。加州法院呢，对法院提出了阻止川普派兵的禁制令哦，但是现在也被联邦法官给驳回。那所以这个其实背后就代表什么？这就是一个政治角力哦，因为2028年民主党很可能派出来出战的，就是现在这个声望最高的 Newsom 哦。那所以对于川普来说，当然要先把这个 Newsom 给搞掉啊，才能够这个避免这个民主党有这样子来挑战的角色出现。那 Newsom 在对上川普的时候，其实表现也都是非常的强势哦，因此也加剧了这一次的对抗态势啊。那当然也是川普这一阵子以来，你又是裁员，又是种种的一些金融问题，真的导致很多人是在这一次找机会一起把这口气给出了，所以才会导致现在这个内乱状况不但在蔓延当中。那洛杉矶呢，
他们现在说这个示威其实也考验着这个州长的这个危机处理哦。那但是外媒分析，这个恐怕是危机，更是转机哦。因为川普在加州这边的支持度大概只有30%，如果呢 Newsom 能够凸显出来自己跟川普的巨大差异哦，搞不好会更拉开差距。那除了这个针对 Newsom 这种政治动作之外，难道还暗藏着针对着中国大陆的抗中动作吗？因为这次瞄准加州，大家也知道说加州其实华裔的人非常的多，那所以现在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就是为川普没有经过州政府同意就部署国民兵的这样的决议来辩护。他说这次的部署大概是花了1.34亿美元。可是呢，在这个暴乱当中也有大陆的媒体，比方说像是新华社的记者也去到现场采访，但是呢，却2度遭到催泪瓦斯击中一边咳嗽一边报道，甚至还有这个摄影记者呢是被橡皮子弹给击中。我们来看看，警方正在用催泪瓦斯进行攻击。非常弥漫，大家我手上就是刚刚打过的警方的催泪瓦斯的残骸，我也在冲突中2次被击中，脸上就是火辣辣的，我们摄影记者腿部中弹，被橡皮子弹打出了严重的血痕跟伤痕。对，还有呢，这个央视的记者甚至戴着头盔在直击现场的冲突然后在这个拘留中心前还听到这个对外求救的一些讯号。那洛杉矶的华人也称这个派兵其实加剧了示威者的抵抗情绪所以恐怕会掀起更大的一波反弹。那当地的华人讲说，现在好像闯入了末日的生存游戏一般充斥着浓烟还有人直播砸店所以很多的一些在洛杉矶这个工作的算是开店的一些华人他们说现在都赶快请保全，他们很怕接下来这一波冲突会提升变成这个移民也是针对的华人的移民来做这一波的这样的扫荡或是这个针对性所以这会不会也是川普的抗中动作之一呢？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抗议这个华府的这个川普的这个移民政策已经全各地开花了。对，那我最近看今天上午崔燕恩报道了芝加哥还有纽约的，那示威群众也蛮多的。不过各地的警方倒是说真的是蛮认真在执法的一直不要让事态变化。不过这次不管是在洛杉矶还是在这个芝加哥也好，在纽约也好，他们其实这个示威的对象是很清楚的，就是 ICE。都是在 ICE 的办公场所附近，那么是抗议 ICE 对这个非法移民的这种没有适当法律程序的这种拘捕，有一种滥捕的情况啦。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其实这个你以这个芝加哥跟这个纽约的示威来看的话，你当地的警方事实上可以很轻易就把这个事情控制在下面了。我就看纽约的警察，事实上他们那个示威者跟在洛杉矶一样，都是对联邦机构的一个进行抗议，就是对 ICE 所谓这个联邦的移民及海关的执法的单位。那在纽约那个警察很有效率他们弄了很多铁栏杆，噼噼啪啪一拦，这个示威者就被怎么样拘在一个地方。那人数也差不多就300-400人跟洛杉矶当时一样所以你看看，就是说这样子正好反映说，当时洛杉矶警方跟加州州长讲法事实上是可以参考。他们说本来这个事情完全可以是怎么讲，可以是控制的。对他们来讲的话，这种事情不是很严重的事情。那整个事情升高，这个示威群众被激怒，就是因为川普就突然插手。那当然，川普今天他对他自己辩护，他说如果我当时没有派这个国民兵那没有派这个军队进入加州的话，现在加州到处都是在烧火，都是 burning， 到处都是烧火的情况。这个真的有一点点倒果为因我觉得倒果为因。那事实上的话，加州的这个洛杉矶的市政府也说，那个
川普他派来的所谓的700个国民兵2000个国民兵他说只有大概600-700人在现场执行任务，其他的1000多人通通在那边没有事干。也就是说，你派这些部队来，不但没有发挥作用，反而让这个事情火上浇油，造成激怒了这些挑衅这些示威的民众，让民众反而闻讯更多的赶到街头去声援这些示威民众。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变成就是说，川普还是非常的硬。川普认为就是说这个就显示什么？就显示加州那个州长跟他那个洛杉矶那个市长是充分的无能。他甚至暗示什么？他说这些现在有些示威的人看样子是后面有人发钱给他们叫他们上街去示威的。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我感觉上这个在洛杉矶街头这个火爆的情形还不如今天川普跟这个联邦政府跟加州州政府之间的交火。那加州州长纽森今天也发表一个告全美同胞的一个演讲，也明白指责川普是一个独裁者，而且他的作为是造成加州今天这个情况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罪魁祸首。所以我觉得这个刚刚讲的说这个是美国2028的总统选举人战争率先开打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贴切的。好，沈峰哥，这样子，前一阵子我们知道整个的加州发生了大火，洛杉矶地方发生了大火，大火之后现在急需要重建，重建急需要工人，请问这些极端的工人从哪里来？除了外来的移民没有，所以这个时候整个的加州呢，尤其是洛杉矶就大量的移民公民正在增加。第二个呢，在去年投票选举之前，整个的这个洛杉矶议会通过一个议案，这个议案就是说我洛杉矶就是个庇护城市，我们就可以呢保护这些外来的移民。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那就是 ICE 不得运用洛杉矶城市的资源来从事区里的活动，所以又需要人，又有这么一个庇护，这边当然就进到这边来了。那这个简直是公然在挑战这个川普的政见。他的政见3大政见，那个第一个有关呢关税，现在正在压压杯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二个就是联邦的收减开支这个开支有没有开成不知道，导致马斯克被开走了，是吧？那第三个呢，就是现在这个外来移民，这个是他最好的对付，因为这是最弱势的一群，而且美国人对这些人还蛮错综复杂的情节，所以他必须把这事情给做大搞大。所以他在哪里抓人？他不是到住所去抓人，他是到工作场所去抓人。我抓给你们看，我就在马路上盘查人，我就抓给你看。基本上一开始就要刺激这样的一个形态，所以呢，这是一个从选举议题已经变成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的问题。从一个人的武林现在变成了2个人川普跟纽森的世界了。那川普呢的讲法就是说，你无能，假若呢没有我介入，现在呢更糟糕。然后呢，纽森就说你乱来，没有你来，问题早就解决了。这个变成。可是呢，这个什么时候可以搞平呢？更重要的，这里也引申了另外一个问题，就联邦的权力跟整个的州政府的权力之间，将来会有很大的一个冲突。那我们来看看美国的人民对这个有什么样子错综复杂的心情。我们来看一个调查，跟各位报告一下，民主党跟共和党在1998年的时候，他们对一个题目来看，就是说外来移民是不是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威胁到我们的社会生存的安全。在1998年的时候，民主党是58的人认为，共和党是56。到了2020年的时候，民主党剩下13的人认为是威胁，共和党增加到60人认为是威胁。到了2024年的时候，24%的民主党认为是威胁，83%的共和党人是威胁。各位，是蛮高的一个比例所以今天川普就认为他站在赢的一面，他认为社会是支持的。从这一次的示威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是激烈但扩张性有限，就人很有限，因为涉及的是这样特殊的一群人而且是蛮复杂的情绪，既需要他又怕他，既需要他又讨厌他，这个就是美国今天
那么站在川普的角度说，我只要能够把他压下去，我赢了，把人抓了送走了，赢家是谁？赢家就是川普。至于这些人，那跟我无关了。好，来问舰长。现在上街头的，除了是自己的家人或者自己的朋友，那其实呢他是没有合法证照，然后这些人为了帮他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抒发他的一个情绪或者是意见啊，这是一种。第二种，也就是刚刚那个盛峰老师所提到的，有关于程序正义的部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从派遣国民兵一直到现在，准备适用这个叛乱法，那其实都有非常多程序正义的问题，而且刚刚讲到 ICE 的逮捕过程也是有问题的。那我们讲到这个白宫副幕僚长这个米勒，那他现在说啊，到大卖场去抓，这个就是没创意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知道这个乌克兰他们的征兵官怎么抓吗？他叫外卖，外卖小哥来了直接抓，也就是用这种方法，因为都是年轻人在做嘛，那他就直接这样做。那不过我们看不同的观点呢，也就是说，这个是华盛顿邮报他提供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从去年的10月到，因为这解析度不好，从去年的10月到今年的1月，逮捕的是702人，然后今年的元月出来逮捕了是718人，可是我们就看到在这次事件之初，他已经逮捕了2368人，但是真正后面的这一块橘色的是川普要的，也就是一天要逮捕3000人啊。那不过这件事情为什么川普愿意这样做？因为其实川普是有底气的。我们来看看啊，如果对于这个川普的政策之后，大家觉得比较安全的，就是这一些没有证照的这一些移民啊，那如果被逮捕之后，他们觉得比较安全的可以到达42%，那比较不安全的话呢，只有30%，那其他没有意见的27%。另外啊，这是我刚刚讲到特别提到有关于程序正义的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大家都认为啊，这是 CBS 做的啊，这不是路人甲没听过做的那个民调机构做的，他就说啊。对于川普的这个目标支持的55%，但是呢，赞成就是反对他的手法的占了56%，也就是大家希望把这一些非法移民赶出国境，但是不希望川普用这种方法，而且这里面呢呈现了有非常多的党派之争。我们看到有关于共和党，大家一面倒支持，可是对于那个民主党支持者也是一面倒的反对。那有关于中间选民的部分，其实都不表态的各半。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这件事情虽然如野火燎原，但是川普这样做，除了跟纽森的斗争之外，另外也就是要挽回他在关于关税的部分呢所失去的民心。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来关注一下哦，这个中美的谈判，哎呦，好像没有谈得很开心啊。火药味挺浓的哦，白天谈到黑夜。那现在结束了2天的贸易谈判，但是好像有一点各说各话哦。那基本上呢，我们看报道讲到，这个框架基本上就是恢复上个月在瑞士谈成的协议，双方根据这个协议来互相关税。那这个安排呢，就是前提就是中国承诺加快发放这个关键的矿产出口，同时双方继续保持谈话，这当然是美方喊出来的话哦。那我们看到卢特尼克讲说，如果2国的元首都予以同意，那么美国跟中国将会实施这套框架。可是现在看起来，中方的讲法，我们来看看哦。中方讲法，大陆的官媒讲到了，他说，这个贸易谈判已经在伦敦结束了。那可是呢，这个贝森特到底是回国还是没有回国？现在好像有不同的说法。有报道讲说，他已经提
前回国了，因为他有这个行程，所以他必须要提前离开。但是呢，又有报道，路透社讲说，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讲说，谈判还在进行，所以到底是有还在进行，还是没有在进行？感觉上面又出现了好像各说各话的场面。那再来呢，卢特尼克讲说，哎，我们希望他在这个今晚就能够谈判出来啦，谈判结束。那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明天还会在这边哦，希望能够在今晚把这件事情搞定。所以是不是这个美国有点不满意这一次的谈判？好像总是这个没有拿到他们真正想要拿到的这个稀土哦，因为中国大陆态度很明显啊，你要我卖稀土，那你就卖我晶片啊，哪有只有我开放，然后你都不用让的道理呢？而且啊，其实你看到这2回都是这个美方在主动啊，何立峰去哪，这个贝森特就跟到哪。原本何立峰要去到瑞士，贝森特也去到了瑞士，然后呢，何立峰去到了伦敦，贝森特又去到了伦敦。那你这个美方2次都追着何立峰要谈，还硬要说这是巧合嘛？就是你们急嘛，你们现在有需要这个稀土嘛？那好啦，我们看到了外媒引述白宫官员的说法来报道啊，他说如果北京同意加速稀土的出口，川普也将会放宽对于晶片的出口限制。那为什么稀土这么重要？原来像这个稀土叫做氙，如果没有这个氙的话，就造不了 F-35哦。因此呢，等于是美国的军工供应链现在就是被这个氙给握着啦。很多的这些关键稀土没有的话，就没有办法制造一些武器啦。光是氙的话，它的制造就是用于导弹、战斗机还有炸弹啊，一些军事装备的磁铁啊。如果没有氙的话，没有办法制造了。那其实还不光是美国这样子因为这个稀土一掐还掐到了这个印度都受到影响印度的汽车业现在也是希望说，新德里政府赶快去跟这个中方进行谈判吧，然后加速这个稀土矿产这些的进口那所以呢，印度的官员讲说，好啦，我们现在去谈了，但是一方面还要泼脏水呢。为什么呢？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提交了出口的申请啦，那我们理智会占上风，还要讲的自己就是好像会占上风，就是明明是在求人了，然后还要这个求的这么的高姿态。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彭博有报道，他说现在美国呢有可能想要用乙烷来进行反制因为中国大陆也是要跟美国买这个乙烷，现在也有点难以取代，所以他们就想要用乙烷来换一些关键的稀土但是呢，这个美国现在囤放这个稀土矿源的手法就被讲说，好像70年代发生过第一次的这个石油危机是一个样的大陆在尖端的晶片被卡脖子，有钱买不到的这种状况，这种违和感也令旁人深感困惑与关切。那所以呢，这个好像看起来美国你现在不也是嘛，就是被中国大陆给掐着脖子了。那再来我们看到了这个川普的 AI 顾问讲说，这个晶片战5年之后恐怕呢到处都会来自中国大陆的晶片，到时候我们就输了呀。因为萨克斯就讲说你越是抑制美国 AI 产业，其实呢就是把这个关键市场拱手让给中国。所以他们这个萨克斯他就讲说，这就是我们如果让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到时候再要挽回就难了。因为一旦中国大陆已经在这个市场上面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供应链的话，你美国想要再打进来，你怎么打？那再来还有中国大陆也发表了这个 AI 全自动晶片设计系统启蒙。那这第一款启蒙1号是全自动生成的，那复杂度相当于是1990年代这 Intel 的486晶片。那目前呢，这个大陆的晶片龙头中芯它的市占率也不断在提升当中。那现在市占率已经达到了6%换句话说，中国大陆也积极在寻求在这个晶片被卡脖子的状况赶紧破除。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这次这个经贸谈判谈了2天还是没有谈完，第3天继续那这个我看了贝森特，他事实上他有公开出来说，他因为在这个参议院有行程所以呢，他认为过去2天已经谈了有很好的具体的结果然后呢，他会其他的同仁，也就是 USTR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会继续留下来谈判那中国大陆的事实上，这个何成刚吧，这个他的这个商务部的副部长也出来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说明
认为双方这个谈判的非常专业、具体啊，有建设性，而且已经达成了所谓的贸易这个的框架。那框架基本上在这种贸易协议来讲，就是一些大原则，大原则内部还有很多细节在慢慢的后续谈。可是呢，双方关系的框架，那就是说好像已经达成了。那我想就是说，可能是这个美方还是或者中国大陆都对彼此的这些承诺，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厘清，所以这个谈判会继续下去。那简单的来看，这次谈判很清楚，就是美国要稀土，中国大陆要美国解除禁运。那因为美国对中国大陆进行了很多产品的禁运那而且有很多部分最近在这个上一次经贸谈判，也就是在日内瓦经贸谈判之后，美国才提出的。所以这一点，中国大陆这个不管是王毅还有习近平在他与这个川普的通话里都提出来的，就是说美国提出了很多所谓的消极措施，那也就是对中国大陆的禁运，所以希望能够来解决。那我觉得这个双方都会让步，那就是说会让步到什么程度？美国拿到的稀土是不是能够拿到那个3？那个3是关键的稀土，因为这个是跟军事有关的。那中国大陆能不能拿到 AI 晶片？能不能拿到这个所谓的 EDA？ 这些部分都很具体。那看看是不是还要未来的1-2天会不会有突破了？好，来请教舰长。我们之前在谈论这个谈判的策略的时候，我提到了一个有关于成员结构的部分。那以成员结构来讲，这个美国它要对上的主要就是中国大陆，所以这是主要的成员结构。但是它还有别的结构，例如说议题结构。议题结构呢，现在要讨论的，也就是美国真正被卡脖子的稀土，也就是稀土征购力那让美国拿了，例如说EDA拿了飞机引擎拿了化学品还有核材料这么多东西来换。他们之前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两人通话的时候，还有提到台湾，台湾在里面有没有被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也就是这么多东西来换，表示美国真的被卡脖子了。这也就是很多的我们的观众说，我们现在就要把它卡到死，千万不要，现在就让它有一点难，但是呢又不会太难，就是拿到稀土。为什么呢？因为它就不会另辟蹊径。那这个另辟蹊径的问题呢，也就出现在中国大陆，也就是多年前这个拜登他所进行的 AI 扩散准则来限制中国大陆取得晶片。这会可好，中国大陆自己来找出路。那找到出路之后呢，就没有再怕你了。那现在用稀土作为交换这些 AI 晶片，其实为的也就是大量的那个量产之前呢，那会有一段尴尬期。这个时候正好那个我用稀土来换晶片，但是等到中国大陆最厉害的是什么？它一量产，立刻大规模的制造，而且还白菜价。那个时候，稀土又继续的变成一个战略的谈判的重要议题。好，来问申峰哥。我从现象看本质因为究竟他们谈了什么，交换了什么，我们实在不知道。但是可以从一些现象来看一些本质上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有些问题上显然，因为从18年双方开始贸易战，中国被制裁之后到现在也6-7年的时间，所以中国大陆已经学会如何在被制裁中求生存。那美国呢？美国因为一向是谁敢制裁他所以他第一次才发现，哇操，打下来是这么恐怖但是他现在束手无策。那从这一个可以等，然后有因应方案跟一个束手无策，输赢你只要从等电话就知道了，谁在等这个电话，谁在期待这个谈判，输赢已经看得清楚。第二个呢，从地点的选择，主持人讲的，也大家都发现了，地点选在哪里？
选择合理风去哪里跟着到哪里。什么时候美国变成这么孬啊？为什么？很现实，因为你有求于人家。第三点呢，我们来看谈判的结果怎么来表述。那越轻描淡写、越白话文叙述的，大概就是越稳重。然后呢，越多形容词，哇，这一次谈得非常的美妙啦，我们有很好的成果啦。那个形容词越多的，一定越有问题。各位，你这个不是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那光下回书啊，不就这样子吗？两个谈判出来，我稳操胜券，那谈得如何？还可以了，还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急了就说很好，非常好，非常的好，非常的强调的，你可以从这里来看那个。再过来呢，我们来看看呢，就是谈判如何结束。这一方就说我们就谈到这里了，那另外一个不，我们还在持续当中，因为一个已经要结束，一个认为要持续，所以说谈判里面的那个人桌子站起来讲，我回家了。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谈。你说输赢是如何呢？而且从这次的谈判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天花板跟地板。这天花板、地板里面，就是首先依据的是瑞士谈判的结果，第二个是依据双方元首谈话的结果做根据，也就是说，未来在这个的谈判里面的根据将会是双方元首谈话的内容。第二个就是瑞士谈判的结果作为根据，那这一个框架基本上大概就框在那里了。所以剩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那要有交换就拿合理的对价来。最后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显然借这个机会在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希望全球化这一个脚步继续下去，让国际贸易恢复到以全球化为基础的正常化。这个看得出来，因为这个对中国大陆有利，对除了美国之外的世界各国也有利。其实对美国也很有利，除了对川普不利以外啊。第二个呢，可以看出来，他希望能够回归到以规则为秩序的国际贸易，所以 WTO 的资格、WTO 的条件会不断的再把它给深化起来。这个可能是今天中国大陆在这一个阶段里面，除了赢得自己之外，想赢得未来世界的一个趋势啊，很重要的一个作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现在俄乌战争看起来川普好像两手一摊，好像打算不想管了哟。因为看到了俄罗斯不断对于乌克兰之前的这个袭击发动了猛烈的回击呀。那这一波呢，这个夜袭其实包含了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也就是在基辅这边的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都遭到了无人机的轰炸那俄罗斯对于基辅发动了3年多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甚至还有一些敖德萨这边的妇产科病房也造成了一些伤亡那它其实就是要回击乌克兰前一阵子这个袭击战斗机的这样的空袭行动，这算是一个报复回击。那再来，川普的回应又是什么呢？他说面对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他指泽伦斯基是自作自受，因为你为什么突然要去突袭呢？他是讲说，我们都不知道你要这一波的突袭所以这是你自己造成的，你自己去挑衅造成现在和谈不下去了嘛。那川普的言论呢是明确划清了界限，那也是放下了他在俄乌战争当中的仲裁角色。过去呢，他曾多次试图要推动和平谈判但是呢，俄乌双方屡屡破坏了和谈的进程，所以现在看起来川普已经感到厌烦啦，就算了。但是呢，他的稀土还是照样要因为传出来美国政府要求乌克兰拒绝中国大陆参与战后的稀土市场所以他们只在意的就是稀土啦。说实话，就是川普会这么好心要来和谈吗？他其实看的也就是被中国大陆卡住的这个稀土所以他就说不可以让中国大陆用任何的名义来参与这个重建，然后获得这个稀土。那再来看到了这个地图上面显示就说其实最近中俄因为他们现在这个上不封顶的关系感觉上面好像各自在
加强这个对于战局的掌控度哦。那俄罗斯的话是加强对于乌克兰的一些报复性的这个回击。那中国大陆呢，则是把这个第一岛链哦，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哦，你可以看到最近的航母动作非常的多，是不是也要稳固第一岛链目前的这个整个战局态势啊？那我们来看看呢，在这个图上，这个是山东舰，6月7号到6月9号就出现在这个日本周边哦。那还有这个辽宁舰，6月7号到6月8号，双航母出现在日本旁边，也引发了这个日本的恐慌啊。那这个双航母首次现踪，甚至还超越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那这个此举呢，就是要验证这个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战略效能哦。那可能也是要因应接下来如果台海有一些突发的态势啊，作为一些作战的情境。那事实上，我们最近看到是双航母的消息，可是在更之前一些哦，在山东舰也在这个南海这里哦，所以其实是3航母的状况这样一呈现，一连成一线哦。中国大陆早就在布局哦，所以从菲律宾然后到这个双航母在日本，其实这整条线其实是有3航母的。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印巴冲突哦，因为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的话，我们看到它这边现在是要守住了这个第一岛链这一条线嘛，那其实南面呢，这对于它来说也是至关重要，因为印度也是不断的跟中国大陆有一些这种等于说边境上面的一些纷争。那这一回巴铁啊，真的是替中国大陆打了漂亮的一仗哦，所以接下来空警500还有歼35啊，也要卖给巴铁啦。那会造成的是什么呢？巴基斯坦的空中监视跟作战管理能力将会大幅强化，甚至他们在2026年要增加20%的国防开支，要来因应跟印度的紧张关系。所以现在等于说整体提前啦。本来是说这个2026年才有可能买到歼35，现在可能在今年度就已经可以提前拿到了。那是不是也是加强了这个整体周边的一个防范措施呢？那但是印度呢，现在还是嘴上胜利哦，因为印度的外长讲说，他什么6架战斗机被击落，我们还瘫痪了巴基斯坦8个机场呢，但是好像这个国际上面的报道并没有看到相关的消息，所以这到底是真是假不得而知哦，可能也是一种印度式的胜利吧。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我想这一次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大规模的空袭哈，讲得很明白的就是对这个乌克兰啊，这个偷袭这个俄罗斯的军事设施，就是机场这些轰炸机的这个报复啊。那这次除了这个攻击这个很多不同的城市以外哈，还把这个等于说俄罗斯文化文明的一个标志，就是基辅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哈，也用无人机炸了一下。那这个我觉得这有一点点感觉，好像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之间真的是恩断义绝了，因为他们两个是系出同源，整个俄罗斯的文明是从基辅开始的，从基辅再渐渐到这个莫斯科，所以这个等于说这个是俄罗斯文明的发源地啊。那俄罗斯过去对基辅，它虽然做过很多次军事攻击啊，那么对于地点上，它都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讲，有所保留的。那这一次连这个文明的象征啊，这个说俄罗斯文明的象征都照炸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它有很大的这种有意涵在里面那最近有很多战略学者都在讲说，事实上的话，俄罗斯可能正在筹备一波大规模的攻击。那么美国的媒体报道说，这个攻击是会非常无情，而且规模也会非常大。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媒体也做了同样的这样子的报道我想这种报道都是根据实地这个地面上这个军事的部署跟这个军队的这个调动跟这个布局我想是有根据的一个推测啦。那中国大陆也已经让他们这个侨民在这个尤其是在乌克兰的尽量要撤离要注意这个安全。所以看起来这个俄乌之间又有一场血腥大战那么这次是俄罗斯主动的。那因为我觉得这个里面最主要一点就是美国事实上已经退出俄乌战争了。
这一次川普就是说，在这个乌克兰被炸以后呢，川普居然讲说，你自己这个事实上是你自己自作自受。那因为这个事实上那一次的攻击是乌克兰，明显是乌克兰发动的，这是违反川普对于俄乌战争的目前的基本立场，是双方停火，不要再打了。结果你泽伦斯基你这个没有把川普的这个意见放在眼里主动一打，我想这一点对川普来讲说，你不是挑衅俄罗斯你是挑衅到我川普的权威了。既然你不把我川普的话当话的话，那你被打你就活该。那所以就是说，在没有美国的支援下，可能俄罗斯会更放手的来打。另外一方面也试探一下你欧盟你满口就是说要支持乌克兰，看你能支持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一场战争打了3年4个月了到现在感觉好像不但没有要这个完结的这个状况，反而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会进行更大程度的攻击，让乌克兰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我觉得这不是对这个川普的考验，也不是对普丁的考验，而是对乌克兰人民跟乌克兰领导阶层的一个考验。看你们到底要干嘛，对不对？你战争你也打不赢，而且在节节败退，你打算让人家这个军队直攻到基辅吗？你到底你准备怎么样？有没有一个中战的一个指导原则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乌克兰的，尤其泽伦斯基这批人，他们必须要展现出来有这方面思考能力好，来问接长。在印巴冲突之中那个巴基斯坦获得6-0的这一个胜机那不过呢，我们这样讲胜利只是一时的。开心一天就好。那下一场战争呢？那什么时候爆发并不知道，所以巴基斯坦的政府立刻就提出了，他要买下一代的产物，也就是有关于歼35还有空警500的部分，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订单，叫做红旗19。那这一个呢，也就跟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巴基斯坦它之所以可以成功，就是因为它全部都使用中国大陆的一个体系化的产品。那现在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订单，还是体系化的产品，他没有买其他国家的这一个任何的飞弹或飞机或者是预警机，这个就是重中之重，不是只买歼10C 或者是只买歼35就有效的。那也就是他们已经在做新一代体系化建军的准备了。那我们现在要讲到的，也就是解放军自己是怎么做的。我们大家当初只把重点放在这个辽宁舰那辽宁舰呢，我们一直以为它是当初有3种说法啦，就是往南去澳大利亚，那或者是呢去印度洋，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穿越苏禄海进入到南海，跟上一次山东舰的航机是一样的。结果它3条路都没走，它往东走到这个南鸟岛之后，他再往西走，大家觉得就此而已，结果又出大家意料之外，山东舰那编队出现了。那这2个编队到底在做什么？其实他们就是隔着第2岛链，也就是从这个小笠原群岛，然后一直到关岛的这一线之中，2个航空母舰做海空的实兵对抗。那这一个实兵对抗呢，它不是仅只有实兵对抗而已，它也是做一个体系化的对抗而且我们这样子讲它其实这一次如果按照航程上来算的话，其实这一个辽宁舰它不是直接的从我们看到5月30号这点直接到了那南鸟岛，不是，它还绕过关岛。那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写的，那他画的图它有2种可能，一种就是关岛的南边这个航线，一个是北边这个航线，不管哪一个航线
对于关岛未来的一个地缘战略是不是还这么重要，就产生了疑问了。为什么？因为当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可以来来去去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呢，昨天无论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人民日报，或者是他网络媒体的中国军号，他都提出了几张照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是辽宁舰，我们看到没有？它的第3起飞位打开了挡焰板，让战机起飞。不止它如此而已，这一个是山东舰，也同样的，这一个挡焰板更清楚。意思是什么？他们是全油全弹起飞的，才由第3起飞位起飞。那我们台湾的军迷啊，最爱亏解放军的，也就是你没有夜战啊，人家连夜战都拿出来给你看，也就是他的这一个从安全线或者是这个边界线，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也是晚上也是第3起飞位起飞的，也就是他们是真正的开始进行这一个战斗舰的训练了。那我相信啊，他们结束之后还会再造一张这一个photo exercise， 也就是这个是去年10月的照片，这一次还会造成更新的一张。然后其实对于美军的压力有增无减。所以有夜战又打脸了俞北辰了。来问一下春风哥，那他的脸是要打吗？他自己就打自己了，他很认真的在打。他说夜间飞起来看不清楚。对 ，OK。我们来看看呢，就是全世界除了美国之外啊，还有办法有3个航母，然后3个补给舰，加上3艘万吨级的055，然后053的这个驱逐舰5艘，加上5艘的054的护卫舰等等，合起来的18艘836垂花，加上几十架的飞机啊，这样子的一个战斗力，除美国之外，世界上应该没有第2个了。OK， 而且呢，它是在哪里？它不是把军队远远的带到美国的边疆，它是带到第1岛链之外，在第2岛链之上。这里呢，告诉了很重要的一件事：第一是告诉美国、日本这些，你们不用来了，也不必来了，因为来了也没有用。而且是告诉日本人，不要在那边得瑟了，什么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在明白告诉你，台湾有事没你日本的事，好了。然后呢，告诉台独不用等了，因为他们不会来的。为什么不会来？他来不成嘛，对，那边被挡了，这边被挡了，那你叫他从哪里？然后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用飞的，你以为是在打太空战争啊？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台湾必须要勇敢的来面对这一个现实，不要再来欺骗自己了啊！现在是双航母，那第3航母已经在海事了，快成军了。那第4、第5，那当这一些构成的时候，你还要告诉他说，那美国11艘，你才4艘、5艘。不重要嘛？美国要巡航全球啊！中国大陆只要把海岸线搞好，把台海搞好，有没有？天下太平。那你想想看，他在那里以逸待劳，你11艘又如何呢？第2个，俄乌战争啊，我们大家心里有个明白，包括乌克兰的学者专家讲，为什么川普老是找普丁，不找普丁，俄乌战争怎么结束啊？俄乌战争要结束，普丁是重要的一个态度嘛。你泽连斯基，你只有投降，普丁才会有妥协嘛。普丁说：“我赢了这么多，那我要退多少？”普丁才有空间退。泽连斯基哪有什么空间？泽连斯基说：“我除了投降，你叫我走第2步，连投降都还没有进行以前，就把自己的家产拿给了美国去了嘛。”所以没有普丁，没有办法解决俄乌战争的问题。全世界都很清楚，就泽连斯基不清楚。就好像台湾也一样，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就是自己不清楚。